1520年，正德16年，一代大明战神正德皇帝朱厚照在捕鱼的时候被鱼撅了，不幸落水，因此染上重病，次年病故。由于朱厚照无嗣，按照轮序，大臣主张由当时年仅15岁的兴王世子朱厚熜继位。此时的大臣还不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此刻被他们抬进宫的小皇帝是一尊怎样的大神。而120年前的朱棣就更不会知道，他辛辛苦苦抹杀了建文帝在位时的历史，以明太宗的身份安安稳稳享受了7代人的香火，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被一个同样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的少年皇帝给撕开皇帝的新衣，由明太宗变为明成祖。而这一切的起因还得回到正德16年，还没正式继位的朱厚熜小朋友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礼义之争。这一年，朱厚熜以兴王的身份前往北京准备继位，大礼义第一轮冲突由此在北京城外爆发了。冲突的原因是，根据杨廷和的安排，要礼部用太子的礼仪迎接朱厚熜，即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但朱厚熜并不接受这种方案，政治敏感性极高的他意识到，这种安排是要他先成为皇太子，再以太子身份登基。听上去没有问题，是不是？但这意味着他要过继给明孝宗朱佑称做儿子。明孝宗朱佑称虽然已经去世，但他老婆张太后还活着，自己头上凭空多了个太后，不仅要孝敬他，甚至还要受他的节制。朱厚熜虽然年纪小，但并不是傻子。他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双方互不妥协，最后是皇太后先让步，朱厚熜如愿以偿地跳过继位为太子的步骤，直接登基为皇帝。这一次风波只是嘉靖皇帝的牛刀小试，接下来他还要闹一波更大的。朱厚熜以藩王身份继承大统，按儒家传统，朱厚熜需要抛弃自己原来的父亲，以过继人的身份入孝宗一系，也就是说明孝宗朱佑称是他爹，明武宗朱厚照是他哥哥，他原本的亲爹新献王朱佑元则成了嗣属。朱厚熜先答应了这一条件，正式即位，即世宗嘉靖皇帝。但成为嘉靖皇帝的他又反悔了，不仅不愿被过继，还想追封自己的父亲新献王为帝，即明睿宗。朝臣自然不干，以杨廷和为首的几位大臣话说得很重，他们说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年轻的小皇帝此时才刚15岁，政治手段怎么也玩不过三朝元老杨廷和。嘉靖最开始打算用高官厚禄收买杨廷和，谁料对方不为所动，几次驳回了皇帝的提议。嘉靖元年7月，事情突然发生了转机。新科进士张聪揣度圣意，认为顺从皇帝是政治上快速升迁的手段，所以张聪上书称继统不继嗣，就是说大明王朝没规定必须父子相承。嘉靖继承的是太祖朱元璋的江山，同为朱元璋子孙，不需要入继孝宗一系。同时，张聪明确支持嘉靖称新献王为生父，提高新献王的祭祀待遇。但张聪人微言轻，很快被重臣踢出京城，嘉靖也被迫妥协。年轻的小皇帝吃一堑长一智，决定先稳固权力，再徐图缓进。嘉靖3年，三朝元老首辅杨廷和在小皇帝的逼迫下辞职。杨廷和虽然下野，但老人家影响还在，守礼派仍然气势汹汹。嘉靖认为最大的顽固派杨廷和已除，所以大礼义的方向也应该改变。本来大礼义只是征嘉靖是管新献王叫生父还是叫叔父，现在变成了嘉靖要把新献王追封为帝，新献王妃追封为后。此言一出，守礼派官员甚是激动。为了阻止皇帝，守礼派官员采取了极端做法，伏阙。九卿、翰林、督察院御史、诸司郎官、六部、大理寺属共229人跪伏左顺门，请嘉靖收回成命。大明王朝1566中，陈宝国老师所扮演的嘉靖皇帝有一句对太监黄锦说的台词，说：“真正的逼宫你还没见过呢。”什么是真正的逼宫？就是左顺门前的这一场。在左顺门事件中，嘉靖大怒之下派锦衣卫把为首8人抓起来，百官便用哭门对抗，众人在左顺门大哭。嘉靖一见这种情况更恼怒，让宦官进怒诸臣性命，然后把190人逮捕入狱，其余之人戴罪。对参与伏阙的官员处罚是4品以上罚俸，4品以下廷杖，当场打死17人。作风之酷烈，令人恍然想起100年前的太祖、成祖时期。大礼义经过左顺门事件，终于阶段性结束。
嘉靖如愿把自己生父追封为皇帝，但他还不满足，他想把他亲爹抬进宗庙。明朝宗庙实行9庙制，也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9个位置，想加进去一个就得把原来在里面的踢出来一个。嘉靖选的倒霉蛋是明仁宗朱高炽，大明帝国有名的老好人，好人就容易被欺负，但如果这个好人不仅是自己先祖还是皇帝，想欺负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为了把仁宗朱高炽踢出去，嘉靖不得不面对另一个棘手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百官，百官早就在左顺门的时候被他治得服服帖帖的了。嘉靖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名正言顺地把朱高炽踢出去？按照亲疏远近，离嘉靖最远的应该是朱元璋，但这是大明开国皇帝，万万不能动。接下来就应该是明太宗朱棣，因为一些众所周知但不能说的原因，朱棣也是不能动的。再下来就只能选朱高炽了。嘉靖的问题是，如果他要踢朱高炽，就不得不解释为什么他不能动朱棣。虽然大家都知道原因，无非是朱棣篡了侄子江山这回事，但谁也没法放到台面上说。朱棣的庙号原本是太宗，是从嘉靖手里被改为成祖，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嘉靖17年9月，新献帝的牌位升复太庙，庙号睿宗，排序在明武宗之上。大礼义事件至此以嘉靖帝的胜利最终结束，而且一直到崇祯上吊大明王朝彻底结束，明睿宗朱佑元，这个没有当过一天皇帝的朱佑元依然位列宗庙，嘉靖该欣慰了。明朝的大礼义花了整整18年时间就会干成这么件事情，有必要吗？为了这个称呼，几乎分裂了整个朝堂，不仅对嘉靖年间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对整个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很多研究这段历史的外国人都表示不解，其实别说他们，就是中国人也弄不明白这件事了。为了弄懂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看看大礼义的2个主角，以嘉靖帝为代表的义礼派，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护理派。嘉靖帝为什么要坚持追尊自己的父亲？明面上的理由是，我为了当皇帝让自己父亲绝嗣，这难道不是陷天子于不孝吗？杨廷和为什么要坚持维护武宗的地位？明面上的理由是，世宗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就应该尊奉正统，任命孝宗朱佑称为自己的父亲。看似面上都有道理，只是背后的原因谁都不愿意说明。嘉靖是以小宗入继大统，在皇位的正统性上天然的就低一等。如果他在这一件事上哪怕就是让离小步，皇帝的权威将不复存在。他在此后只能任由大臣摆布，这是他绝不可能接受的。而站在大臣的角度，杨廷和等人的权力并不是来自于嘉靖皇帝，而是来自于孝宗和武宗皇帝。他们为了自身的权力基础，自然要拼命维护孝宗和武宗的正统地位。对于杨廷和等一些大臣来说，护理也就是护权，大礼义只是个信号，背后隐藏的含义是这个国家谁说了算。其实古今中外，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今天的欧美社会不也为一个人该是什么性别吵得不可开交吗？两者看似争的是政治正确，本质上在争的是政治权利，谁能够定义，谁就拥有了权利。嘉靖之大礼义，实质上争的是在明朝这个国家中，内廷与外廷，皇权与士权，君臣间的权力分配关系，也就是谁能够执掌规则的解释和运行，谁就拥有更大的权利。明朝嘉靖的大礼义之争，包括后续万历的曾国本事件，都极大地加剧了明朝政治的撕裂，是一种严重的内耗。从此之后，有明一朝再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来凝聚力量，反而陷入了无尽的党争和无底线的博弈。最终，这种撕裂影响到了底层的民生，国内陷入了巨大的统治危机，而也给了外敌建州女真入关的机会。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历史的教训不能不忘。